美国提供新武器，帮助乌克兰实现一弹一杀，后果很严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俄乌战场仍然焦灼的背景下，美国最近似乎正在准备加大赌注。除了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以外，还计划为乌克兰空军配备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如果说前者是防御性武器，人们还可以理解。那么，一旦美军为乌克兰战斗机配备上了卫星制导的炸弹，等于让乌军实现对俄军目标的一弹一杀。而且这些炸弹属于攻击性武器，其造成的后果可能会更为严重。对于美国援助的爱国者导弹，有人认为作用可能不大。光从战术的角度考虑，似乎是正确的。毕竟俄罗斯空天军装备有反辐射导弹。但是，如果我们从北约与乌克兰已经实现军事情报一体化的现实情况分析，再从爱国者导弹能够增强乌克兰重要目标的防护水平，进而提升战争潜力的角度来看，这款武器本身就是消耗战的一个重要变量。与之相对的，乌军向乌克兰提供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可能瞄准的是乌军的反攻行动，以便增强乌军在进攻时对一线部队的火力支援。而俄罗斯军队到现在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主要原因就是俄军的战斗机几乎不使用可以对前线阵地进行精确打击的制导武器，无法在两军对峙的环境下精确地命中对方的目标。据福布斯网站报道，援助杰达姆炸弹，也就是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计划，仍需要拜登或者其幕僚的批准。雷神公司将负责对乌克兰飞机的改装，并对飞行员进行必要的培训。此前，美国已经为乌克兰的苏27和米格29战斗机配备了美制的反辐射导弹。据说，这款反辐射导弹曾经摧毁过俄罗斯的 S-300防空导弹系统。一旦乌军的战斗机获得了杰达姆炸弹，其作战方式将完全改变。过去2架苏25攻击机或者是米格29战斗机使用4枚非制导的火箭或炸弹才能摧毁单个目标。其瞄准攻击的过程呢，风险也极高。而有了杰达姆炸弹之后，2架乌克兰战斗机就可以同时打击4个俄军前线目标，只需要乌军提供坐标点就行了。要注意，杰达姆炸弹是一种相对比较便宜的武器，一套改装件的价格是25000美元，这可比10万美元一发的海马斯要来的划算。而且杰达姆几百公斤重的弹头爆炸威力也非常大，可以用于打击俄军坚固堡垒阵地。如果乌克兰空军整合杰达姆，获得稳定的制导套件供应，并能将机组人员和规划人员与地面上的良好情报来源联系起来，就可以用它摧毁俄罗斯军队的固定目标。更关键的是，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已经购买了数万枚的杰达姆，这是一种可以让乌克兰军队消耗得起的武器。美国空军从2023年开始采购新的杰达姆，主要是那些滑翔得更远，甚至具备反舰能力的型号。而所淘汰下来的旧的杰达姆送往乌克兰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当然，如果乌军使用杰达姆，并非没有问题，主要是杰达姆虽然具有较高的打击精度，但是其投弹高度也要足够，否则这种滑翔大弹飞不远。这就要求乌军的飞机不能一直保持超低空飞行，而一旦拉升至攻击高度，就有可能成为俄罗斯防空系统和俄军战斗机的活靶子。何况杰达姆只能攻击固定目标，打不了活动目标，并非真正的一弹一杀。在这种情况下，乌军飞机将如何在己方防空网的保护下进行对地攻击，尽量避免被俄军击落，也面临着不小的风险。所以这场较量可能会到来，但是不一定能够改变战局。我们需要同步关注的是，美国后续会不会向乌克兰援助战斗机，因为光有炸弹没有飞机，一切都是徒劳。那么如果乌军获得了更多的战机和精确制导弹药，那么俄军在杰达姆的打击下坚守固定阵地就将变得非常困难了。这才是需要我们下一阶段关注的重点和变量。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